10月11号星期六，由于川普发推特对中国加征100%的关税，导致加密货币市场超过190亿美元的连环爆仓，史称1011大惨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开始大家都把它归咎于川普的情绪化操作，但是经过几天的反思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言论认为这个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角色，就是全球第3大稳定币 USDE。 因为 USDE 发生了短暂的脱锚，使得它对美元的价格从1块钱最低跌到了6毛5左右，引发了市场对合成稳定币的信任危机，甚至有人将它与当年算法稳定币 UST 崩盘事件相提并论。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USDE 到底是不是1011惨案的罪魁祸首？这件事情它的成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把这件事情来捋一捋。首先，这几天很多加密货币的相关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很多都对它做了深度分析。我们看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报道：全球第3大稳定币 USDE 脱钩引发恐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报道把这件事情大概复原了一下，就是 USDE 脱锚始末，一场190亿美元的血洗，主要就是价格闪崩、巨额清算导火索。那么他分析了 USDE 作为合成美元高收益背后的脆弱性，因为我们知道稳定币原则上是不能直接产生收益的，如果它像美元一样在市场上自发的产生一些借贷，它的收益也应该与美元的收益率是差不多，是相接近的，否则的话就会形成无风险的套利机会。但是 USDE 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它一直就能提供高回报。那今年因为 USDE 爆火以后，所以它现在的回报率大概下降到 5.5% 左右，但是依然算是偏高的。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因为币安的参与，使得这件事情更具有戏剧性，使它目前的收益一度达到 12%，就会在市场上形成一个套利的机会。所以这篇文章也分析了高收益背后的脆弱性，包括它的合成机制，使得 USDE 与其他的稳定币相比起来，它天然就带有收益。另外它的收益而且还很高，因为永续合约多方向空方通常是要支付一个资金费，而这个资金费仅仅分享给一部分 USDE 质押换取 SUSDE 的这一批人，所以这个收益率是非常诱人的。那么这次币安的参与，使得 USDE 的年化收益率直接干到了 12%， 从而使 USDE 与 USDT 或者 USDC 之间形成一个很显著的价差，使得 USDE 产生了循环贷。这个机制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这样就使得 USDE 本身在币安的平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杠杆，而这个时候再加上币安的统一账户和预言机制的缺陷，最终导致了1011大惨案，也导致了 USDE 的短暂脱锚。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交易所采取了紧急止损措施，包括有补偿方案、风控升级以及公司高管的危机公关。但是总体上讲，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有些人甚至把它与算法稳定币 UST 的崩盘事件相提并论。那么这件事情跟 UST 崩盘，这件事情动辄有 UST 崩盘这么严重吗？我个人认为它跟 UST 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知道 UST 它崩盘核心原因是因为 UST 是依靠无套利均衡的机制，将 UST 和 Luna 之间绑定了一个双向铸造的一个机制，从而使得当 Luna 价格出现下跌的时候，这里面就会陷入一个死亡螺旋。这个我曾经有视频详细的讲解了这个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找回来看一下。USDE 它跟它的治理代币 Ethena 之间在价值上是没有关联的。USDE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加密货币抵押，而加密货币抵押它背后的市值的稳定性是依靠 Delta 对冲来完成的，所以它与治理代币 Ethena 的价格之间是没有关联的。例如这次 USDE 脱锚以后， Ethena 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 Ethena 的下跌只是代表着人们对这个体系的信心，它并不会导致 USDE 进一步脱锚，所以这是 USDE 和 UST 之间最本质的区别。第二， USDE 它采用的是白名单的铸造机制，它的铸造和赎回不是人人都能参与的，是由白名单的大机构来完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主要在一级市场上面对的是白名单客户，
这些客户相对说来比较理性，规模也比较大，那么它不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短时间内的挤兑。例如这次事件当中 EC 实际上也经受了考验，在24小时之内，白名单用户一共发起了20亿美元的赎回，但是这20亿美元的赎回对 USDE 的价值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铸造和赎回的机制无非就是走常规的流程，在 Delta 对冲的机制下，它是不会有很大的额外风险产生的。第三，由于 USDE 是合成美元，它采用的是 Delta 对冲的机制来保证它的币值的稳定，而 Delta 对冲又是基于加密货币的现货与永续合约之间，它是完全正相关的。8小时支付一次资金费，使得永续期货合约的价格与现货价格基本上是不会有很明显的偏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USDE 作为合成稳定币，它的价值是非常稳健的。如果说有风险的话，它的主要风险不是来自加密货币背后的抵押品价格的变化，而是来自交易所的风险。也就是说，交易所如果是中心化的，它有跑路的风险；如果是去中心化的，它有智能合约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风险主要来自这儿，这个风险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只能采取多交易所分散化的方式去解决。第四， USDE 的抵押品是超额抵押的，从它诞生到现在，乃至这次短暂脱锚事件发生以后， ECN 的项目方已经确认仍然维持稳健的超额抵押的状态。当然，这个超额抵押的状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是不需要审计的，因为它在智能合约上是公开数据。第五，这次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在币安交易所单点脱锚，非全局脱锚，也就是在其他的中心化交易所和去中心化交易所都没有发生这种脱锚。所以这件事情并非是一个系统性风险，也不是 USDE 机制的内在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币安平台相关联。为什么这么？我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简单复原一下，我们就理解了。首先，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跟币安相关的几个机制。第一个是统一账户，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币安的主页上写得很清楚，统一账户是使用联合抵押品进行杠杆 U 本位和 B 本位合约交易。统一账户提供更简单的操作体验、更高的灵活性及更广泛的抵押资产选择，可充分适应您的交易潜力。也就是说，你的杠杆是全仓的，然后你的 U 本位、B 本位合约全部捆绑在一起，用你的账户里面的净资产对他们进行统一的保证金抵押。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你的资金在不同账户里面都能合并在一起，使得它怎么样？能够得到非常充分的运用，而不用转来转去，所以显然提高了你的资金使用效率，但是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因为你的杠杆用得太充分了。所以当市场出现急剧下滑，譬如说你的抵押品当中有某一项资产，特别是权重比较大的资产，如果它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就会使得你的账户保证金市值出现大幅下滑。这样的话，你的账户保证金如果低于维持保证金的最低要求，就会面临强制平仓。那如果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强制平仓，它就会造成市场的连环爆仓，这种连环爆仓就会酿造一个市场的大雪崩。所以这次190亿的大爆仓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而这一次币安的统一账户里面，资金规模比较大的导火线就是这个稳定币 USDE， 所以这次这个事情跟币安的这个统一账户合约是有很大关系。那为什么 USDE 在客户的统一账户当中占的保证金比例又很高呢？我们又必须说到币安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看9月22号币安发布了一个公告， USDE 的奖励正式启动，可享 12% 的年化收益率。那么这公告讲的是9月22号到10月22号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客户如果在币安持有 USDE， 就可以享受年化 12% 的回报，而且是没有限额的。也就是说，你有多少 USDE， 我们都给你发钱。而这个时候，你的 USDE 持有在账户里面享有 12% 的回报，而与此同时，它依然可以作为你统一账户里的保证金。也就是说，你的 USDE 放在账户里面，一方面给你产生年化 12% 的回报，另外一方面它还可以充当保证金。那么其他的像 USDT、USDE
他们的利率大概只有5%左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目前这个币安借币的市场 ，USDT 的利率是5%左右。USDC 的利率是5.24%，也就是说 USDT 和 USDC 作为稳定币，它的利率是5%左右，而 USDE 它的利率是12%，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所以如果你能用5%的利率借 USDT 和 USDE 它的价格什么关系？是不是1比1？对，所以你用1块钱的 USDT 就能买到1块钱的 USDE， 然后 USDE 给你带来12%的回报。直接赚了7个百分点。如果换成你会怎么做？是不是咱们循环介入 USDT， 然后买成 USDE 吃12%的利息 ，USDE 又可以做抵押品去再借 USDT， 然后再买成 USDE， 这样你可以完成一个借贷的循环。当然，由于你要超额抵押，所以你1块钱的 USDE 可能只能借出7毛钱 USDT， 所以这种你并不能无限放大，大概能放大可能5-6倍。那如果每个人为了吃到 USDE 12%的年化回报，我们都放大5-6倍，最终我们的 USDE 实际的收益可能能达到20%以上。这样的话就使得大家手上都累计持有大量的 USDE。因此，如果 USDE 短时间出现脱锚的话，就会使得大家账户里的保证金不足，从而被清算。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谈什么因素会导致 USDE 脱锚呢？不能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币安的预言机。就在10月6号，币安发布公告称10月14号将启动预言机升级。我们知道区块链上面跟现实世界发生联系，要从现实世界当中采集数据，都是靠的预言机。那么币安对那些币值不稳定的一些资产，它采用的预言机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预言机，就是采用币安本交易所现货市场的盘口数据作为它的价格来源。打个比方 ，USDE 对 USDT 的价格，全市场币安、OE、Bybit 还有去中心化交易所，所有的这些交易所每个市场都有它的价格。理论上讲，你至少应该采用多个市场的加权价格。但是币安在10月6号之前采用的是一个简单价格，就是用币安自己的现货的盘口作为它的价格来源。那么这样的话，理论上讲，如果你能操控币安的现货交易价格，你就可以引发币安统一账户当中的连环爆仓雪崩。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一定到10月11号才发生呢？所以说，任何事情的发生，它都是有机缘的。10月6号，币安发布了公告，实际上给了市场一个信号，就是我的预言机要升级。为什么要升级呢？因为我原来的预言机有缺陷，所以相当于币安向市场宣布了我的预言机具有严重缺陷，是一个可操控的预言机。而这个时候正好遇到川普发推特，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于是币安的盘口就会出现 USDE 被几千万的盘子直接把价格砸下去，从而引发统一账户保证金的雪崩，最终导致大规模平仓。所以这里面非常巧合的就是10月6号发布公告，给市场提醒预言机缺陷，而要到10月14号才上马新的预言机，所以这个中间有8天的时间，而在这8天的时间里面，就是一个操控预言机的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窗口上，川普正好发了一个推特，导致市场信心缺失。这个时候操纵市场基本上就是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当然10月14号币安上马了新的预言机，就解决了这个缺陷，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并且造成了巨额的损失。10月14号上马的新预言机现在已经很难操纵了，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多元聚合的预言机，也就是它采用了多家交易所的价格进行价权平均，并且对于价格本身进行了移动平均的平滑机制，再加上赎回价的权重，就对这些封装的加密货币它是有赎回机制的，所以赎回价给它一个权重，另外再加10%的断路保护，也就是最多下跌个10%就已经跌停板了，不会再跌下去了。所以短时间内这种封装的加密货币它就不会出现大幅度的短时间内的脱锚或者贬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它核心的机制其实是3个。第一个就是
币安的统一账户的机制，放大了市场的杠杆。第二，12%的收益使得稳定币市场产生套利机会，从而使得 USDE 产品上累积了巨大的杠杆。第三，就是币安的预言机缺陷，而10月6号的公告又使得这个预言机的缺陷招之于天下。在这些背景下，最后川普发了个推特，市场就雪崩了。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币安发了公告说，关于 USDE 还有包括 Solana 和 ETH 的封装币脱锚事件的处理及风险控制优化的公告，给了补偿方案，说是在72小时之内完成2.83亿美元的补偿。10月14号 Oracle 就是新的预言机上线，而 EC 呢也发公告称 USDE 实际上是经受了考验，在24小时内赎回了20亿，仍然维持了超额抵押的状态，并且在 USDE 短暂脱锚以后，很快就恢复到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复原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是多因素累加的一个结果，它跟 USDE 本身 Delta 对冲的稳定币合成机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后证明，市场的信心也很快得到了恢复，脱锚也仅维持了1到2个小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原来一直说 USDE 最大的缺陷就是太年轻了，它没有经受过极端市场行情的考验。1011这一次史无前例的连环爆仓案，使得 USDE 实际上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并且通过了这场大考。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件事情对 USDE 并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坏消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算作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们也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里面是有几条教训是值得我们去吸取的。首先第一，就是交易所或者项目方一定要避免人为的创造套利机会，因为如果你人为的创造套利机会，那市场一定会拼命的加杠杆去利用这个套利机会，从而形成风险的累积。就如 USDE 这次脱锚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因为币安经过大补贴以后，为了推广 USDE 而给它提供 12% 的年化收益率。第二个教训是，类似于统一保证金这样的机制虽然有利于充分利用客户的资金，但是它很容易造成资金的连环清算。所以这些机制虽然有利于交易所的交易规模的放大，有利于它收取手续费，但是从长远看，它给交易所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最终如果交易所极端的放大这种杠杆，最终有可能导致交易所的自我毁灭。所以投资者有很多是不理性的，在套利机会的诱惑下面，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交易所呢，应该做的是设计好的机制，帮助这些投资者去控制风险，而不是诱惑这些投资者去放大风险。第三，无论是币安还是 USDE 项目方 EC 呢，我们一定得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为的拔苗助长，通过以高收益的方式去吸引大家去推广自己的交易所或者自己的稳定币，其实都是不理智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慢就是快。我们一味的去追求市场占有率，可能不是理性的做法。就像当年 UST 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因为用 20% 的回报率吸收筹码，导致市场有大量的杠杆累积，最后形成死亡螺旋，这个里面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给 ECNA 的教训其实也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对 USDE 来讲不完全是坏事，但是我们得吸取以上这么几个方面的教训，这对于加密货币市场的长远稳健发展来讲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对 USDE 的脱锚事件做一个复盘，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背后的逻辑，可能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不同于大多数媒体的一个解读，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做这么多分享，咱们下期再见。